龙虱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了解龙虱吗？对于这个变态、顽皮又美味的生物，都有哪些神秘之处？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？看完本期视频，解答你们的疑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呼声很高的龙虱今天正式上线。我们今天采用的品种是龙虱界的天花板，北方的金边龙虱。这个玩意儿好贵哦，活的将近300元一斤，比黑龙虱贵好几倍。我们这边咬人呢。我们这边啊都叫它水老鳖，不知道你们当地啊都叫什么名？龙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生物，它的一生可以卧地、潜水、步行、飞天。你们还能找到跟它一样的生物吗？网上好像还没有介绍龙虱内部结构的视频，看来这个活啊还得由我一个美食博主来干。我们先了解一下龙虱，因它的身体两侧长有2道金线，故称之为金边龙虱，属于鞘翅目诱食性完全变态的水生昆虫。它的幼虫俗称水夹子，与成虫长得完全不搭。幼虫一生只在水中生活，只有到了蛹期才会爬向岸边，在泥土中打洞，在洞中完成变态化蛹。龙虱的蛹属于离蛹，是可以动的。经过3到5周的蛹期发育，便会破蛹成丝，然后在洞中完成羽化。刚诞生的龙虱体表的色素还未生成，外壳还很脆弱，经过12小时以后，外壳才会硬化，颜色变深。龙虱有个很形象生动的名字，叫射尿龟，因为它真会射尿啊。它的脑瓜虽然不大，但却长了一对非常有力锋利的上颚，用手把玩的话一定要小心，真咬人呐。下颚也同样锋利，如同刀片，在水中也算是顶级猎手，进食方式相当的残暴。在它的头部长有一对黑色的复眼，复眼内侧着生一对长的主触须，还有2对小的触须，分别是下颚须和下唇须。它的胸部分为前胸、中胸和后胸，前胸有单独的前胸背板，在前胸腹面长有一个锋利的刺突，称为前胸腹板突，中胸与后胸愈合成一块，形成一个盾形的结构。这2道黑色的部位是它的后足足肌，在它的3对足中，后足特化成了蛹足，呈桨状，内侧长有毛毛，这样就可以增加与水的接触面。2对后足哐哐一甩，游遍五湖四海。它的翅膀长在中胸背部，一共2对，其中前翅为硬化的鞘肢，起到一个保护身体的功能。在鞘翅表面长有3列虚线状的刻点，后翅为魔字，飞行的时候鞘翅张开，魔翅展开。飞行主要靠的是魔翅的扇动，收翅方式采用的是折叠式。在魔翅根部的下方，胸部背板侧缘处分别长有一个月牙形的部位，这是它的听器。听器上长有听膜，非常的悠远。把翅膀都摘掉，我们能看到2个兔状的中胸背板和腹部。龙虱腹部的背板和腹板有着很大的不同，背板是膜质，很薄很脆弱，一共有7节，腹板为壳质，为6节。仔细看，在它腹部背板的2侧长有2道黄色的车膜，在车膜上分别有7个呼吸用的气门。好了，问题来了，龙虱生活在水里，那么是如何呼吸的呢？在它鞘翅的下方有一些空间，这些空间可以存储空气，相当于带了氧气瓶。龙虱在游向水面的时候，会将尾部探出水面，然后下压尾部的腹板，形成通道来收集空气。有了空气就可以进行呼吸了。有的朋友会问，如果鞘翅下面进水了，那么不就把气门呛着了吗？这个是不会的，因为气门具有闭合的功能，如果进水，气门会关闭。还有一道防水措施，就是在气门的周围和侧膜上都长有抗水性的绒毛，只允许空气进入，所以水是进不到气门里的。当空气中的氧气被耗尽时，腹部就会一使劲儿，噗，废气就排掉了，然后再重新吸入新鲜的空气。重点来了，如何区分龙虱的公母？从外表上看，如果鞘翅的表面是光面的为公，如果是麻面的则为母。放大看的话，母狮鞘翅表面布满条状的刻纹，从前肢看也能看出来，公狮的前肢特化成了细胞足，好像拎了一副大锤。在细胞足上分别由3列小的吸盘和下方具有泛得华丽的毛虫组成，这些毛虫同样也具有抗水性，在吸盘和毛虫的共同作用下，能够产生很大的吸力，我要不帮它，自个儿都摘不下来。不同品种的龙虱吸盘的结构也有所不同，公狮在交配的过程中，就是利用这对细胞足牢牢地吸住母狮，
这种设计挺科学的，如果靠搂的话，背部太光溜，容易打刺了滑。看它的尾部区分公母很难，臀板和钢侧板的外形都一样，在臀板的下方是小屁屁。仔细看，在小屁屁的下方有根针状的部位探出来，这是母狮的插卵器，外层是坚硬的几丁质结构所形成的针鞘，鞘内有一根可以伸缩的插卵管。在繁殖期间，龙狮会用插卵器刺破水生植物的静脉，将卵产在里面。如果是公狮的话，体内藏有一个三叉戟形状的生殖器，中间这根为加油腔，加油腔的两侧为生殖刺突，起到支撑固定母狮的作用。龙狮有着特殊的受精方式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很多人都见过龙狮拉出的白色物质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到底能不能吃？其实这是它排出的精珠，也就是精胛，是可以吃的，味道不要的。精珠的外层是由生殖附线分泌的特殊蛋白质所形成的一层精珠鞘，里面才是真正的精子。当交配的时候，公狮会将排出的精珠塞在母狮的生殖口附近，然后母狮靠尾部腹板的收缩运动，使精子从精珠鞘挤出，最后进入到生殖口里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龙狮的内部结构。打开背板，我们能看到黄色的物质，这些物质都是脂肪体。龙狮能吃出蟹黄的味道，就是脂肪体所产生的。在身体两侧盘旋着白色像寄生虫一样的部位，这不是虫啊，这是公狮的生殖系统。透明囊状的部位是附线，具有前列腺的功能。精珠的鞘囊就是附线所分泌出来的，这些分泌物含有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糖类和脂肪等多种营养物质，为精子提供营养机制和活动场所，都储存在附线管中。那么它的精巢在哪呢？往这儿看，这块有对黄色的球形部位，这就是它的精巢。精巢由许多的精巢小管组成，被一层黄色的脂肪体所保护。所产生的精子通过输精管存储在附线管的根部。排精的时候，附线的分泌物会将精子包住，形成精珠，然后排出体外。如果是母狮的话，身体两侧会有一对卵巢，在繁殖期间，卵巢里会有大米，味道那是嘎嘎香。这个较大的囊状部位是生殖腔，重点来了，仔细看，在它的尾部长有一对粉色的小囊，这个器官就是臀腺，也称之为臭腺。公母都有这个器官。臀腺的分泌物有一种刺鼻的臭烘烘的味道，是龙狮的一种生化防御武器，目的是为了逃生。当有一条大鱼把它吃进了嘴里，臀腺便会从肛门两侧释放这种含有臭味的物质，然后滋溜吃出来一杆子尿，尿液会瞬间的把臭味散开。大鱼一闻，什么玩意儿这么臭？此时便会把龙狮吐出来，然后瞬间逃跑。它的心脏位于腹背中线，共有6个心节组成，气管相对比陆生昆虫的要发达，因为它要潜水嘛，气管也需要存储一些的氧气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消化系统。这个透明囊状的部位是嗉囊，主要存储食物，后面的是胃，在胃与嗉囊之间有一个呈辐射对称的4组角质结构的胃膜，用于研磨食物。胃的后方是中肠，展开后很长啊，肠壁着生着许多褐色的马氏管，中肠的后方是直肠，膨大成尿袋，袋壁很薄很脆弱，结构很像我们以前解剖过的扑棱蛾子的尿袋，但龙狮的尿袋还着生着一条细长的盲肠，它的胸部有很发达的肌肉，跟虾肉差不多。以上就是龙狮的基本特征。那么都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呢？嗉囊里会有一些未消化完的食物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处理的时候掐住前胸背板拧一下，然后一薅，就薅出来了，连同脑瓜就都不要了。鞘翅非常的硬，容易扎嘴，不能吃。膜翅像塑料布一样，不能吃。腿没多少肉，扎嘴，不能吃。尿袋里的尿和臀腺的味儿都不好，吃的时候掐住尾巴，轻轻一拽，很容易就拽出来了。外壳如果是裸着吃的话，肯定咬不动；要是炸着吃的话，外壳都能炸酥，是可以吃的。那么金边龙狮究竟是什么味道？还有价格比较便宜的黑龙狮究竟是不是龙狮？二者的味道究竟能差多少？我们下期解密奢侈。好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